喂，老王，这种天气还敢上路，你他妈不要命了？这条路平常都已经翻了几十台车，多少老司机在沙暴中被困找不到方向。放心，这条路我已经征服了18次了，就算看不清路也没事，我心里有数。养养你的女儿，她还等着你回来。不拼命，我拿什么换我女儿的命？骨髓配型成功了，但是手术费用需要准备40万。老板，沙漠送石油那趟活我去。行，有种！这趟活你要是能拉出来，40万运输奖金一分不少打到你账上。陈浩这小子居然还没回来，该不会那车要是到不了，李大彪就得赔甲方100万违约金？这天气能活着回来就是命大了，还想着货。是他，陈浩回来了。老板，我把石油拉回来了。这些你拿着，回去好好歇2天。谢谢老板。那之前说好的，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路上辛苦了，抽根烟吧。老板，烟我先不抽了。我想问一下，之前您说的那个运输奖金，什么运输奖金？开会的时候您亲口说的，谁把这趟石油拉回来，就给40万运输奖金。你看，这车装满了全是石油，那个奖金……那不过是激励你们上进的话而已，你怎么还当真了呢？怎么能不当真？我为这趟活3天3夜没敢合眼，沙暴里路基塌了，我的车半边悬空，连人带车差点埋沙子里头，命都差点搭进去了。就为了你答应的40万，现在你跟我说只值800，你什么态度？公司给你发工资交社保，已经是对你有恩了。你知道公司1年管理费多少吗？运营费多少吗？作为公司的员工，一点都不体谅公司难处，一回来就在大呼小叫，老子只想着钱。你以为次次活着回来靠的是你的技术，靠的是我的车、我的油、我的设备？你的羞耻心在站呢？你不过是踩一脚油门的事儿，张口就要40万，你觉得你配得上吗？就是装什么呀？不就是跑个沙漠线吗？那条路我看随便换个司机都能过，就你矫情，翻车啊死人的，演得跟真的一样。李老板等等，你看这个。老板，我都记着呢，你看看，沙漠线一趟200多公里，我这个月跑了18趟。路况好的时候，我日夜不停的跑，沙暴暴雨别人不敢上，还是我顶上去。我把命拴在方向盘上给你拉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不能只给我800啊！陈浩说的在理，沙漠里平常就很危险，要是一旦出现极端天气，那可是方向都分不清，车一旦没控好，翻下去就是一条命。够了，都给我闭嘴！让你们一说，天都塌了。沙漠线这么危险，我怎么没见着？你们一个个不好好反省自己开车技术，净喜欢找借口。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陈浩，我告诉你，幸好你准时回来，要是晚点耽误交货，我被罚违约金，那天价罚款你赔。李老板，彪哥，我求你了。还有完没完？我女儿现在就躺在医院里，配型都配好了，就等着我给这40万救命。要是这钱交不上去，她真的活不成了。老板，你不能食言啊，不给我40万啊！陈浩，这是你自己的家事，不要跟公司混为一谈。公司也有公司的难处，你的事情自己想办法。陈浩，
装什么可怜？老板赏你口饭吃，你还蹬鼻子上脸要40万啊？老板欠你的呀，给你800都是赏你的了。姐夫，你说是不是？对啊，我又不是做慈善的，要是谁都来找我要钱，我这公司还开不开了？陈浩，你自己想想，你平时开车够不够努力？多给公司在沙漠链上拉几趟石油，现在会急成这样？这都是你自己作的，能怪得了谁？老板，我求你了，40万你就当借我的行不行？我只要这些钱救我女儿，后面我肯定会连本带利还给你。我女儿就是我的命根子，她要是没了，我这辈子就什么都没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等死啊！陈浩啊，陈浩，我凭什么借给你？你女儿自己命不好，摊上这个病，怪得了谁？你一个大男人，活到这把岁数，连40万都拿不出来给你女儿治病，你活着不觉得窝囊吗？你有什么脸在这儿跟我求情？这样，你从我这儿钻过去，我给你再加200凑个整，算我积德，给你那短命丫头买点好吃的。一个破开车的，除了会抓着方向盘，你还会干啥？没学历，没本事，除了我，谁还会要你？我给你800是看得起你。哼，走。李大彪，你别太过分了。陈浩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在沙暴里给你从那条绝命线拉石油出来，甚至现在他都给你跪下来了，你就这么对待陈浩？太欺负人了！人家拿命换的钱，你说赖就赖。陈浩为你这公司干了这么多活，你就这么糟践他？站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不能跪这种没良心的王八蛋。我这5000先拿着。一共6万，大伙儿能力有限，先拿着交手术押金，剩下的我们再慢慢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总不能看着丫头没了。谢谢大伙儿，这份情我陈浩这辈子都记着。我不干了。啊！陈浩，你敢走？我告诉你，只要我李大彪在这个城市一天，整个市的物流圈就没人敢用你，你这辈子都别想再开货车。你先想着你自己吧，我给你交个底，这个月来沙漠县的活，除了我，你的人有一个敢接的吗？你还签着合同吧，要是交不上货，违约金可就不只是40万，希望你到时候别来求我。丫头，爸爸有钱了，爸爸现在就救你，咱们马上做手术。医生，钱，我凑到钱了，这是6万，其他的我马上想办法。陈先生，你先把钱收好，40万手术费必须一次性缴清，医院有医院的制度，我没办法破例。医生，我求您了，能不能先欠着？我给您打欠条，按手印怎么都行，剩下的钱我会想办法凑齐，求你再等几天。陈先生，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骨髓配型是好不容易才匹配上的，但你女儿这个名额在骨髓库里是有固定保留期限，就剩3天，3天之内手术款缴不齐，这个名额自动作废，捐献员就分给别人了，到时候再重新排队，至少3、5年。我可以等下一次手术，但你女儿的身体等得起吗？陈浩，陈浩，真的是你？怎么回事？我女儿需要40万手术费，老板开会时当众说好的，沙漠那趟石油拉回来给40万，结果我拉回来他只给800，
工友们给我凑了6万，还差30多万，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早就听说这条沙漠线上有个司机，沙暴天、暴雨天，别人都不敢跑，只有他能把货拉回来。圈子里提过好几次，我一直以为是重名，没想到真的是你。我家里的产业正好需要一家物流公司专跑沙漠线。陈浩，我想跟你合伙干，公司你管理，赚到的钱咱们5-5分。这40万你先拿去救你女儿，就当是我预支给你的工资。我陈浩对天发誓，你这笔钱绝不会打水漂，将来我一定千倍百倍的给你赚回来，说到做到，绝不食言。这辆重卡不错，在沙漠上也能开得稳当。先生，这辆是店里最新的旗舰款重卡，落地就要60万。您要不要了解一下其他的？看好了，就这辆。底盘比普通卡车高出1截，轮胎也是特制的，沙漠里跑起来抓地力够，不容易陷进去。既然你这么喜欢，那好，这辆车我要了，全款。全款？好的，女士，我这就给您办手续。沈之，要不再考虑一下？既然公司要开起来，总得有车，这是公司的资产，不用你掏1分钱。这辆你先开走，回头我再让人按这个款式添几辆。作为你的合伙人，我在沙漠里头没本事，帮不上你什么忙，但在这边，车子、钱、装备就交给我来处理，你只管专心把沙漠线跑好。好。以前李大彪为了省钱，车快散架了也舍不得换，现在有了新车，每一脚油门都能踩得踏实。陈浩，不，陈爷爷，算我求您了，只要您肯回来，一切都好商量。沙漠县今天必须出一趟车，谁去？平时养着你们，现在1个2个全哑巴了。你去。老板，那条线我真跑不了，听说隔壁公司的老张带队进去，出来的时候车队少了1半人。废物！赵虎，你不是说你也能跑吗？啊？那天在院子里当着几10号人的面说那沙漠随随便便就能过，你给我去跑！姐夫，那是我吹牛的啊！我哪儿跑过什么沙漠线？我连沙漠里头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今天你不跑，按合同我违约就得倾家荡产，还得蹲大牢。你是我小舅子，我倒霉你也别想好过。我不行啊！不行，不行！你今天要是不上这辆车，老子先在这儿弄死你！我去！姐夫，这是不是装太满了？到那边装满石油的话，肯定超重了吧？超什么重？这趟甲方催得紧，能拉多少拉多少，你懂什么？你给我听好了，别给我磨叽，能开多快就开多快。明天天黑之前货不到，你别回来了。哥，不好了！喊什么？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风沙，好大的风沙，什么也看不见，路都没了。我问你车呢？货呢？翻了！哇！姐夫，我真不是故意的，沙子把路掏空了，整个车一下子就倒了。我在沙子里爬了好久才找到路回来。翻了！你他妈跟我说翻了！你知道那一车货多少钱吗？你知道违约金多少钱吗？你还不如被沙暴卷走！你回来干什么？废物！我养条狗还知道看门，养你除了吃干饭还会什么？不就是跑个沙漠吗？连个车都开不好，你还有脸回来？
李大彪，你说的轻巧，沙漠原本就不好走，你的破车有多烂，心里没底吗？开在路上一直响，我都害怕开着突然散架了。你从头到尾就只惦记车跟火，我差一点就被埋在沙子里了。你问过我一句吗？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小舅子了？我要是眼里没你，就不会把陈浩的40万奖金全给你这畜生吃下去。拿了老子这么多钱，让你拉一车石油这种小事都办不好，现在还想对我动手？你个白眼狼是这么回报我的？哎，王总，你好。王八蛋，我的货呢？王总您别急，货已经……你是不是想骗我？货已经到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派出去的车翻了吗？你他妈是不是觉得我姓王的好糊弄？王总，您听我解释。解释你妈个头！之前好端端的，就算有更加恶劣的天气都有货送过来，现在随便一个沙暴就能把货变没了。我告诉你，李大彪，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逾期未交付，赔偿款1000万。王总，您宽限几天，我保证明天。没有明天了，赔偿金明天必须打到账上，少一个子儿，我告你刑事欺诈，你等着把牢底坐穿吧。喂，王总，完了，全完了。还有救，只要他回来，只要陈浩回来，还有救。陈浩，不对，陈爷爷，算我求你了，只要你肯回来，一切都好商量。陈爷爷，你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回来，一切都好商量。李大彪，你又在搞什么名堂？不是说我要是敢走，就让我这个除了会抓着方向盘什么都不会的，在全市物流圈混不下去吗？当初说的那么硬气，怎么现在求我回去了？陈浩，算我错了行不行？我给你道歉。这样，只要你肯回来跑这一趟，40万运输奖金我照给。你不是说谁都能跑沙漠线吗？你不是说我能活着回来靠的是你的车、你的油吗？那你去找你公司的人啊，去找你那个在平地上都开不好车的废物小舅子啊！这1个月我给你跑了18趟沙漠绝命线，顶着能把货车掀翻的沙暴，踩着随时会塌的路基，拿命换你赚的盆满钵满，就为了你开会时信誓旦旦说的40万。你当初甩给我800块，把我当乞丐打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你说的都对，是我不是人，我不该贪心把你40万吞了。但这次你无论如何得救我一命。王总刚才打电话过来，这单子要是黄了，我得倾家荡产啊！我给你加钱，40万不够就60万。你不是想要救你女儿吗？我立马转账。当初我甚至跪下求你救我女儿的命，你却只给我加200凑个整。现在跟我说40万，晚了。你那40万还是留着给你自己交罚款吧。陈浩，你听我。什么情况？李大彪让我回去救火，我不答应。这种老板就该遭雷劈。走，去我公司，有个好消息给你。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我刚刚得到消息，有一家石油公司突然流出一个紧急运输订单，甲方在沙漠腹地压了一批石油，眼看着期限就要到了，必须找车按时拉回来。路线只有一条，这条路线被称作沙漠的绝命线。这几个月极端天气一场接一场，现在那条线上没一个车队敢接。陈浩，我跟你说清楚，这趟任务要是成了，你的公司不光能赚个盆满钵满，还能在整个行业里一炮而红。我知道你从小在沙漠里长大，你还是沙漠的传奇。只要是物流公司的老司机，没有一个不夸赞你的技术和看清沙暴路况的能力，所以我才把这份文件放在你面前，你能不能接？你可真是找对人了，这趟活儿我接。
你不再考虑考虑？你不仅救了我女儿的命，还给了我翻身的机会。没有你，我现在还在那个大院里跪着求李大彪。这份情，我认。我凭这身沙漠行车的真本事，一定顺利完成任务。这趟活跑下来，把公司的名号打出去，把公司做大做强，回报你当初投我的那40万。陈浩，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不是在吓唬你。全程400公里，中段有120公里的流沙区，路基被掏空是常态。3个月之内，这条线上翻了3台车，有2支车队在中段迷路，其中1人到现在还没消息，而且任务失败率极高，沙暴一起能见度不到5米，稍微偏离路基就是流沙坑，稍有不慎，万劫不复。这条沙漠线我征服了18次，除了我，没人敢拍胸脯说能跑。好，注意安全。老王，哥们儿，不好了！你走后，那李扒皮彻底疯了。怎么回事？今天开会说，现在开始所有人工资砍1半。现在你走了，沙漠县没人敢跑，甲方一个个撤单，他就开始薅我们的血汗钱填窟窿。李大彪的公司要塌了，让兄弟们离职吧。离职？我们这群人拖家带口的，离了这儿能去哪儿？当初在大院里，兄弟们把自己辛苦攒的钱给我凑女儿的手术费，那6万块钱，每一张我都记得。让兄弟们来我公司吧，我全收。你这话当真？当真。弟兄们，陈浩说咱们都能跟他干，他说咱们的技术他全看在眼里，他信咱们。老王，还有件事儿，李大彪这些年偷税漏税的阴阳合同，你见过没有？除了阴阳合同，我还要他强迫司机疲劳驾驶，私下未报备改装货车记录，以及多次超载拉易燃易爆物品上路的证据。老刘管过一阵子档案室，我也还保留着聊天记录，就是怕哪天出事被推出来当替嘴鬼。这些证据，弟兄们都能拿得出来。足够了。我要这些东西，就是想让他亲眼看着，他那个土皇帝，他的黑色王国是怎么一块一块塌下来的。干！他不仁，我不义。李大彪要把大家往死里赶，那就掀桌子的边疆好过。好，明天饭店见。李大彪，我们之间也该做个了结了。安章复印件、阴阳合同原件，还有之前说的聊天记录，这些证据都在这里头。你去哪儿？去给李扒皮送最后一程。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的工资一概不发。不发工资？你想让我们白给你打工？公司现在什么情况，你们心里没数。给你们发了这么多年工资，现在该你们补贴公司了，每人必须凑1万，帮公司扛过去。李大彪，你是不是疯了？哪有给你打白工还要给你钱的道理？不想干的，现在就给我滚！工资、奖金、遣散费1分都没有。李大彪，你把我们当人看过吗？不给钱还要倒贴，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一群没有奉献精神的白眼狼，要你们出点力，全他妈在哭爹喊娘。你不干，有的是人想跟我干。整个院子最没资格说白眼狼的，就是你李扒皮。整个院子最没资格说白眼狼的，就是你李扒皮。陈浩，李大彪，你平常作威作福惯了，真以为没人能管得了你了？这份文件
记得都是你强迫司机们疲劳驾绳、超载运输易燃易爆物、货车刹车坏了不换继续上路的证据。这些年你是怎么欺负人的？怎么拖欠兄弟们的钱的？今天咱们一笔一笔全算清楚。撕了也没用。这份文件的原本已经送到了侦查犯罪经济科。陈浩，你敢？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要不是我赏你一口饭吃，你还能活到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大吼大叫？我能有今天，是我拿命拼出来的，跟你没关系。你压榨我这么久，克扣兄弟们的血汗钱这么久，如今报应到了，你就等吃牢饭吧。该滚的是你。兄弟们，这些年你们不是不行，你们只是跟错了人。李扒皮不把你们的命当命，只把你们当给他赚钱的工具。现在连工具都不想花钱养了，还要从你们口袋里往外掏钱。你们的技术和经验我都看在眼里。现在我自己的物流公司已经跑起来了，正缺你们这样的老司机，跟着我干，不画大饼，不拖钱1分钱，有福同享，有难我一个人扛。看看陈浩，他才是咱们物流人的榜样。咱们这位老板就不是个东西，不跟他干了，咱们跟陈哥走。你们是我李大彪养出来的员工，吃我的用我的，就不懂得一点感恩吗？你们要是敢走，这几个月的工资别想拿。一开始把我们工资减半，刚才又宣布不发，我看你本来就不想给我们，我不干了。不伺候你李扒皮了，投奔陈哥，用自己的技术，真正过上堂堂正正的生活。李大彪，你就在这儿等着踩缝纫机吧。跟我走，现在就带你们签合同。我就知道还有人愿意留下跟着我李大彪干。你们放心，等公司好起来，我一定给你们涨薪。现在每人双交5万，算你们入股。跟你干？李大彪，我们是来要账的，赶紧把我们这几个月拖欠的工钱给出来，不然你别想完整走出这个院子。你们这是恶意讨薪，信不信我去告你们？哼，告我们？你自己都自身难保，准备去踩缝纫机了，还告我们？兄弟们，给我打，让他把钱全吐出来！曾经我跪在这个院子里求李大彪救我女儿的命，他1分不给，是你们把口袋里的钱一张一张塞到我手里。现在你们跟我走出了这大门，我陈浩今天把话放在这儿，绝不会亏待你们每一个人。走，现在就带你们去公司签合同。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李扒皮手底下的苦力，你们是我陈浩公司的正式员工。陈哥，签完合同，弟兄们接下来干什么？公司刚起步，活路够不够？带你们去沙漠练一番，之后干咱们的第一单。上车，让业内看看沙漠这条线是谁的天下。全体注意，跟着我的车走，不许偏离，不许超车，间距保持15米，死活不能断。2号车收到，3号车收到，收到。妈的，这沙暴比我上回见的那次还凶，兄弟们别跟丢陈哥的车。别人在沙罩里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混沌，我看到的是沙子流动的方向，风从哪个角度打过来，沙丘背风面的弧线往哪边弯，这些东西刻在我的直觉里，就像沙漠里的指南针。
出发之前，陈浩把每辆车的悬挂系统都调了一遍，我当时还以为他是瞎折腾，现在我发现他不是乱改的，降低重心，加大轮距，锁死差速逻辑，这车就算半边压进流沙里，扭矩也能锁在没陷下去的那一侧。我们在沙漠线跑了10几年，从来没见过有人能在沙暴里把车开成这样。这不是开车，这是在沙子里绣花。陈哥，我彻底服了。沙暴里那个暗牛沙坑你怎么看出来的？我开了17年车，跟在后面愣是没瞧见。你要不是提前打了方向，整支车队全得栽在那儿。跑多了，自然有经验了。沙漠线所有重卡全须全尾，按时送达。陈浩，你把业内所有人都不敢接的单子，把李大彪干不成的单子跑成了。从现在开始，你的物业公司就是我们全市的定海神针。陈先生，您女儿手术成功了。成功了？对，骨髓移植后的各项指标都很理想，海溢反应控制的比预期还要好。后续只要定期复查，按时吃药。来了，医生怎么说？排异控制得很好，后续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就行。爸爸不哭。爸爸不哭，爸爸只是太激动了。沙漠线这趟危不危险？危险。沙暴天，能见度不到2米，路基被流沙掏空是常态。后面一辆车的司机后来跟我说，他看见我头车的右后轮碾过的地方塌了半个坑，晚1秒就陷进去了。不过你不用担心，这条路我熟得很，我女儿还在这头等着我，当然不会拿命开玩笑。你女儿真可爱。话说回来，一开始听说你有个女儿，我挺意外的。她叫念念，念念出生没多久，她妈妈就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就一个人带着念念，扎辫子、量体温，半夜挂急诊。后来念念查出了这个病，要用很多钱。别人跟我说，跑沙漠线的货运挣得多。这些年别人问我不怕回不来吗？我怎么不怕？可我更怕的是我走了之后，没人照顾她。所以我有必须活着回来的理由。不说这些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各大运输公司的老总今晚联合给你摆庆功宴。沙漠线开头车带着一个车队满载全须全尾的回来，这件事已经在业内传遍了。你是主角，所以要务必到。4000万，他们怎么不去抢？我给他们拉了几年的货，现在就一趟车没到，把我往死里找！不能解约！不能解约，死了也不能解约！他们合伙好了，全都想害我，全都在看我的这个笑话。要是真全解约了，那只能上天台了。不，还有办法，肯定还有办法。哎，王总是我，明天晚上聚个餐，咱们好好谈谈。各位老总，咱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我李大彪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有数。
这次是我不对，我认栽。但你们不能就这么撤资解约呀！10多年的合作不能一句话就没了。李大彪，签合同的时候你拍胸脯说沙漠县没问题，现在货在哪儿？我那石油你连车带人全折在里头，你还有脸来求情？晚了，解约通知已经发了，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谈的，你的事儿已经定了。各位老总，我求你们了，高抬贵手，给我一条活路。我全副身家都在我的公司里，你们不能就这么把我逼死。要不要松口，得等一个人过来再说。等谁？陈浩，怎么又是你？陈总，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带着你的车队把沙漠县的货完好无损拉回来的事情，在业内全炸了。你现在可是咱们运输圈的头号人物。来，听说陈总你以前在李大彪手底下干活，现在看来那真是明珠暗桃。就你这沙漠开车的本事，业内有第二个人能做到吗？没有，他要不是压着你，你早就飞起来了。当初我跟他签运输合同，说实话，不是冲着他李大彪的面子，他那个公司什么管理水平，我心里清楚得很。我冲的就是你，冲你握着方向盘能把沙豹跑成平地的实力。现在你自己出来了，我们这些人全都挺你，以后沙漠县的单子，我们只认可你的公司。哟，我还想着沈芝说宴会上有一个我很感兴趣的人，原来是你啊！陈总，陈爷爷，求你开口说句话救救我！看在我们一起干了这么多的情谊份上，帮帮我！我给你磕头！别脏了陈总的心！我们之间有情谊吗？你也说我们一起干了这么多年，你的情谊就是当初我女儿要40万吃药费时，我跪在你面前求你时，你说我不配。我拿命给你跑沙漠县运石油整整18趟，我不停给你去沙漠拉货，熬得双眼通红。你在干嘛？我女儿每天躺在病房没人照顾，用命给你跑就为了你的一句承诺，结果呢？到头来你只给我800，要不是沈芝帮我，我女儿可能都活不到今天。你的单子黄了怪谁？全都是你自己贪得无厌，你自作自受。现在来跟我讲情义来求我，晚了。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把这碍眼的垃圾给我拖出去。陈浩，你是我养的人，你凭什么对我这样说话？你凭什么站在这里？这个位置本来是我的，陈浩，你不得好死！走，不想那个人了。晦气东西扫了兴致，各位老总，我们继续。来，喝酒。陈总，今天你可是这里的主角，不喝3杯说不过去。自从沙漠死亡县一战成名之后，所有和我们接触过的老总全部把沙漠县的订单转到了陈浩公司，业务体量在1个月内增长了10倍。作为投资方的公司也受到了直接影响。这个季度，沈氏集团的业务量翻了1倍，这是我们做了5年都没做到的事儿。好。陈浩，这一切多亏了你。不，沈总，当初在医院要不是你拉我一把，我陈浩不会有今天。是我该感谢你才对。我说过，那40万我会替你100倍、1000倍的赚回来。你的公司业务刚起来，车队要扩大，仓库要租，人吃马赶的，到处都要用钱，不用这么着急还我。等什么时候你的车队排到了省城外，再谈这事儿。陈总，跟大家说2句。公司业务起来只是意料中的开头，但我的眼光不止于此。我的目标不是一条沙漠线，是全国的沙漠无人区市场。
从今天起，我要让全国每一条沙漠线的运输订单全部锁在我公司的名下。陈总，您跑沙漠线的技术我们都很佩服，但全国那么多沙漠线，不可能每一趟都由您亲自开吧？公司现在的司机里没有第二个人有在极端沙暴中带车队穿越的经验，这个问题您怎么解决？问得好。我在沙暴天看清路况的本事不是我天生就会的，是我在沙漠里摔了无数次跟头之后用命摸索出来的。从今天起，我会用我的技术亲手带出一支沙漠车队。好，我相信你。放手去干吧，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替你兜着。陈浩，先别走，还有个事我得跟你商量。什么事？沈氏集团在沙漠腹地的科考站有一批精密仪器必须运过去。这批仪器不能有任何损坏，也就是说，车辆行驶中的颠簸程度不能超过5厘米。这个单子，国内从省城到边境所有排得上号的运输公司全问过了，没有一家敢接。后来发到国外，一家国际公司专机飞过来实地勘了一趟，也当场放弃。沙漠绝命线你跑下来了，论极端天气没人能跟你比，但这次不一样，沙暴加暴雨，能见度不到2米，还要保证一切纹丝不动。这不是开车，是动外科手术，一切晃一下，科考站那边几年的研究全白费。那批精密仪器里有一台深层地质造苗仪，4年勘探的所有数据都在那台仪器里。目前科考站的研究进入了最后一期，这批数据如果能完成，沈氏在沙漠新能源领域的布局至少提前3年。能做到吗？接。这批货物的价值不能用钱来衡量。我也知道这次的任务很困难，如果没有实权的准备，我希望你能够再考虑一下。做得到。之前我带出来的车队已经经历过沙漠的考验，再配合我的车队协同技术，特殊改装的头车负责探路，经仪车跟在头车后方15米，轮胎换我独创的沙地专用低压胎，悬挂额外加装主动液压平衡系统。地面颠簸在传到车斗里之前已经被减了3层，剩下的震动不会超过1厘米。这样下来，就算是地狱，我也替你闯过去。好，沈氏集团的命脉就交给你了。车队由你组建，路线由你规划，装备由你开清单。有任何需要，我全力配合。有一句话我得说在前面，这批仪器确实很重要，但再重要也没有你的命重要。如果到时候天气超出了预期，或者路上出现了任何你判断不可控的情况，就撤回来。做不到也没关系，所有责任我来扛。沈之，等我好消息。所有人听好了，准备出发。经仪车收到，后车收到，侧车收到。陈哥，左侧沙丘有移动迹象，风在变大。收到，全体注意，收紧间距，保持车辙重叠。不好，路没了，全都被雨给盖住了，我只能看见你的车尾灯。陈哥，你立下军命状说今天必须送到，可现在寸步难行啊！要不原地停一会儿，等雨小点再走。这种天，车一旦陷进泥里，就是等死。左侧沙丘的沙子是斜着往东南方向流的，意味着路基还在那个方向。不能原地等，暴雨里原地停车，车轮陷泥，只要超过30秒就再也拔不出来。路不在眼前，路在我脑子里。所有人跟紧我的车辙，不许偏离，不许停车，不许拉开间距，我能把你们带进来。侧车收到，跟着陈哥拼命！陈哥给我们这么好的待遇，那刀山火海也趟过去。全体注意，沙漠油门要柔，下坡给油，上坡收力，不要跟方向盘较劲儿，
让车顺着沙子的性子走。到了，陈哥到了。上次跟你跑这趟路，起码还没下暴雨，这次居然能在根本找不清路的情况下把我们全带出来了。你真是活着的沙漠传奇！我修了10几年车，跟过几10个司机，从来没见过有人能在沙暴暴雨鼠里不带偏一步路。陈哥，你这是什么脑子？完美，没有出现任何磕碰。沈总已经在电话里跟我说了，有了这批仪器，科考站最后一步就能完成。你真是沈氏集团的救星。功臣不是我，是这支车队，没有他们，我一个人开不到这里。虎子，是你，你是我小舅子，咱们是一家人。你跟着我干了这么多年，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虎子，你是能帮哥到最后的人，对不对？哥当初给你的40万，你还回来。哥先去外面躲躲，我听到消息就要有人来抓我了，再不走我真要去踩缝纫机。你帮哥这一次，哥以后加倍还你10倍，不，这家公司将来分你一半。你给我的那40万，老子早都在坤哥那里花光了。不止花光了，我还借了坤哥20万。他跟我说了，3天之内不把钱还上，就让我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老东西，你赶紧再给我20万！你疯了！我这些年给了你少说300万，你现在不还我钱就算了，还反过来跟我要钱！废话，不找你找谁？你现在给我拿20万，马上！坤哥的人就在外面等着，你要是不拿，我就打断你的腿！你个畜生！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反咬我一口！你死好过我死，听见没有？要不是你把陈浩赶走，把沙漠县全搞砸了，这公司能变成现在这样？这全都是你活该！钱呢？你把钱藏哪儿了？反正你都要进去踩缝纫机了，那还不如把钱全给我！你，老子打死这个废物！坤哥，他来了。臭小子，老子的钱你他妈到底还不还？坤哥，你再宽限我几天，就几天，我一定想办法。你这狗东西，上回也是这么说的。上回你说再宽限3天，上回你说再宽限1个礼拜。你当老子是开银行的？口住！我去卖肾，我能把钱还上。彪哥，你信我，你信我这一次。赵虎，你也有今天。刚才不是挺横吗？不是揪着我领口要钱吗？不是让我死好过你死吗？现在你看看谁先死！你笑什么笑？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啊，李大彪，你是不是最近过得太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坤哥，我没欠你钱啊，都是赵虎这个狗东西欠你的，跟我没关系啊。没关系，李大彪，我真不知道你是蠢还是脑子锈漏了。你租我这块地开公司，租金都欠了4个月了，4个月加起来整整10万。今天你得给我个说法。坤哥，再宽限几天吧，我在这行干了20年，人脉都在，客户都在，只要缓过这口气，我连本带利全还你。你的公司早就活不下去了。甲方把你全网拉黑，解约通知一封接一封，连你以前的员工，那帮被你克扣了几年血汗钱的老司机，全他妈跑到沈氏集团那小子那边去了。你裤兜里比我脸还干净，跟我说拿什么还？
啊？拿你的命吗？李大彪，李扒皮，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告你！我要告你！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是抢劫，是故意伤害！我要让你们全进去！你告啊！手机给你，有胆子你现在就告！这块地的地产证上面写着的是我的名字，不是你李大彪的私宅。你欠着我10万租金，白纸黑字签着合同，合法合规他们管不了。更何况你哪只眼睛看我故意伤害你了？顶多打你2巴掌。流程我替你想好了，你告完之后，他们来我带走，我什么都没干，顶多因为寻衅滋事被关几天，批评教育几句我就出来了。但是你李大彪强迫司机疲劳驾驶致人伤残，偷税几百万，私刻甲方印章，哪个罪名不比我这几个耳光严重？哪个不够你把牢底坐穿？你猜他们过来看到你的时候是先抓我还是抓你？你进去了，老子还得来排队讨债。我不能被抓，只要出了这扇门，下了楼梯，院子里还有我的车，我还能东山再起。给我把他按住！别打了，坤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不跑了。租金你还不上，你小舅子的欠款你也兜不了。这样吧，公司里的东西我全拉走抵债，你也别在这儿待着了，我给你找个好去处。你不是被告了吗？我当个好人，亲自送你进去踩缝纫机。坤哥，我求你了。我真的还有办法，你再给我几天，我去凑钱，我去借钱还能翻身。我呸！屋里值钱的东西，电脑、保险柜、打印机、茶台，全都给我搬走抵债！不能搬啊！这都是我公司的东西，我的财产，你们这是抢劫，是强盗！我求你们了，别都搬走！完了，全完了，我这辈子全完了，都怪你！要不是你把陈浩赶走，咱们能落到这步田地吗？你还有脸怪我？你自己做的蠢事欠债，到头来只会算到我头上。行了行了，别在这丢人现眼了，你们还赖着干嘛？给我拉走！呸！人渣，坑我们钱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一直拖欠我们工钱，养你这人渣小舅子，现在遭报应了吧？恶有恶报，活该！带着你那个废物小舅子一起进去踩缝纫机吧！当年陈浩跪在他院子里求他救命，他不给钱还侮辱人家，现在他自己被人拖出来了，老天爷开眼了！活该！报应！快走！别逼我弄你！陈浩，是我错了，我李大彪猪油蒙了心，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要是当初我没把你赶走，没贪你那40万，我公司是不是就不会破产？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沦落街头，人人喊打啊！李大彪，你的根早就烂了，不是你贪了我40万把我赶走才走到今天，而是从你第一次把手伸进员工们用命给你拉货换来的血汗钱里的那天起，从你强迫他们疲劳驾驶，私下违规改装车，只为了拉更多物量，从来不把员工当人看的时候起，就注定你会有今天。以后你好自为之吧。今天念念出院，得快点去接她。想，你讲的故事比我爸爸讲的好听多了。他每次都是同一个故事，讲到我都会背了。好，那明天我再给你讲一个新的。
沈之，你也在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天天来医院陪念念。我忙着公司的事儿，要不是你，不辛苦。念念每天拉着我讲故事，给我看她画的画，看着她一天天好起来，我心里也高兴。刚才电视新闻里播了，李大彪自首被抓进去了，还有那个照顾他小舅子欠了别人几十万还不上，也一块进去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就说这种人迟早会遭报应。他干了那么多不当人的事儿，进去是早晚的。不过今天咱不提他，念念刚出院，提那个晦气东西，别扫了咱的兴致。好，不提他。对了，医生刚才来查房说，念念住院这段时间天天笑，整天乐呵呵的，心情好，恢复的比别的孩子快多了。太好了。爸爸，感觉怎么样？身上还疼不疼？不疼啦，医生伯伯说再过几天就可以不用打针了。念念真棒，不过要记住按时吃药。等你出院了，爸爸就带你去市里的游乐场玩。你不是说很想去玩旋转木马吗？之后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爸爸，这个是妈妈吗？念念，想不想我当你妈妈呀？你看，念念都表示了，那你呢？你就不表示一下？怎么表示？你以前一定吃了很多苦吧？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脸上还有点肉，不像现在这么瘦。不过没关系了，最难的日子已经熬过去了，以后不要一个人扛了，我愿意陪你一起扛。沈之，这辈子能遇见你，是我最大的运气。我也是。这里好漂亮，像公主的房子。你爸爸以前吃了很多苦，他以前在一个很坏的人手底下干活，那个人不给他钱，还欺负他。他为了给你治病，一个人开着车在沙暴里跑。以后你长大了，要对爸爸好。爸爸是天底下最好的人。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给爸爸买大房子。既然咱们3个人要一起过日子，肯定要有个像样的家。这房子是你上次运送精密仪器的报酬。沈氏集团给你的，产权已经转到你名下了，不是我送你的，是你自己挣回来的。谢谢。最开始在医院走廊里遇见你的时候，我看着你的眼睛，觉得你的天都快塌了。那阵子我每次想起来，心里都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你受了多大的委屈啊！都过去了，念念的病治好，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那些事儿教会我一件事儿：人这一辈子，方向盘必须握在自己手里。陈浩，上次你带队运送沈氏科考站那批精密仪器的任务，当时车队全程拍了行车录像，作为技术资料存档。那段录像被沈氏的合作方国际能源巨头看到了，他们对你展现的技术推崇备第。他们说，这种在极端天气里同时保证速度和精度的驾驶技术，全世界都没几个人能做到。他们认定你是技术和管理双料王牌，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让你代表我国物流行业参与国际货运安全标准的修订，这是为国争光。
好，我去。陈哥，弟兄们看到新闻了，国际能源巨头点名要你去定规矩，你是真行啊！兄弟们说了，今晚必须请你吃顿饭，不醉不归。不急，让他们好好训练，等新进来的这批人从沙漠练出来，我请你们吃饭，一个都不落。你这当老板的比教练还狠。曾经我只是这片沙漠中任人宰割的一粒沙子，为了救命钱在生死边界徘徊。现在我是沈氏集团重点合作对象，是国际运输的安全标准定制者之一。这一切都不是运气，是靠我这双攥着方向盘在沙暴里往前开的手创造的。